两个人的小森林第33集即将发生的精彩故事。恋歌房内，虞美人不再隐瞒，而是坦率地告诉庄宇，如果现在自己打开手机，肯定会收到15个品牌方的拒绝合作，因为之前他已经联系了14家品牌方，有9家积极回应，还有5家没啥消息。最后一个公益酒会，肯定也会拒绝他的入场。虞美人惆怅极了，认定这回小方也没办法把他运进公益酒会，只能与那些有可能到位的资金支持说再见了。有人攻击虞美人在贩卖容貌焦虑，虞美人自小因为容貌受了不少气，所以她立志变美，认为化妆可以使人自信，并没有什么不对。庄宇肯定地告诉虞美人，其实她的素颜很特别，一点也不丑。在庄宇眼里，与他抢单车的虞美人很生动，可以把抢人单车的事做得这么理直气壮。认真的虞美人也很美，她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。调皮的虞美人也很美，既生动又可爱。总而言之，虞美人在庄宇眼里从来都是最美的。虞美人还在伤心网友对她的攻击，扑进庄宇的怀里哭泣。庄宇向虞美人表白，自己就是喜欢虞美人，这给了虞美人一些安慰，将自己心里的悲伤发泄出来。庄宇带着虞美人回到家里，好不容易把她安置在马桶上，要给她洗脸，但虞美人的东西太多，庄宇弄不明白用法。虞美人见状要自己来，没想到看到镜子中的自己，竟然嫌自己太丑，哭着跳上庄宇的怀抱，被庄宇抱回床上，哄着睡着了。第二天，虞美人刚接受自己昨晚对庄宇说的话，转眼间又得知父母来看望她，这可把她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拉着庄宇去说悄悄话。庄宇提醒虞美人，手机到现在没开机，父母能不心急吗？虞美人这才开机，里面弹出的消息果然如虞美人所预料的一般，都是各种拒绝合作，或是嘲笑，或是关心的短信。庄宇做好饭菜，几人坐下一起吃饭。于妈夸菜甜，庄宇便科普了一波生物学知识，把几人都给听呆。虞美人让庄宇说的通俗易懂一些，庄宇便借菜育人，让虞美人振作起来。毕竟外部条件越严苛，内部就越坚强。这时，虞美人收到一条匿名短信，对方挑衅她，敢不敢把真相告诉父母？于爸于妈的手机相继响起，虞美人赶紧找借口把他们的手机拿过来，但没等她有下一步的动作，门口有敲门声响起。原来夏至特意安排人给虞美人送明天酒会的礼服，要让虞美人出更大的丑。虞美人说是学校酒会要用的，静熙带着李甜甜登门，大老远就说虞美人微博上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竟然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，这下是赶事的。虞美人也觉得顶不住，正打算老老实实说了，没想到于妈早就在她第一次跟庄宇回村的时候就知道虞美人是博主，只是她知道虞美人担心他们知道，便一直没有说破。直到昨天虞美人上了3个热搜，于妈知道事情肯定不妙，才着急赶来，想给虞美人一些支持。虞美人了解了父母的苦心后，很是感动。虞美人去学校上课，这次她是素颜去的。走在路上，她总感觉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她，而吕简特意拦住半路上的她，对她表示永远的支持。虞美人忐忑地进入教室，学生们自发唱了一首歌，为她加油。虞美人看着这么多支持她的人，终于解开心结，坦然接受自己的外貌，并且在庄宇的鼓励下，决定参加酒会。酒会上，夏至一副看好戏的样子，嘲讽还没来的虞美人，认定她是不敢来了。没想到义卖刚开始，虞美人便素颜出现，率先上台。虞美人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感谢花钱把她推上热搜的人，让她重新得到大众的关注。她正好借此述说保护地的保护意义。夏至没想到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气得差点把自己的手给捏碎。